王冕，现在你弟媳妇怀了2个儿子，这是咱们王家的根，是光宗耀祖的大事。你们当老大的要负起家庭的重任，以后他们的房贷、生活费都要你们多帮衬。房贷、生活费，还要我们多帮衬？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我辛辛苦苦的工作就是为了给你们填窟窿。我不同啊！于静，你掐我干嘛？你不同意啊？你这个不孝顺的女人！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帮我弟，大不了离婚，我净身出户，以后就是要饭我也得给我弟擦屁股。我连碰都没碰你，你这戏演的实在让人无言以对。怎么不接？第12个了，王冕，你妈这耐性比以前见长啊！当初跟你谈恋爱那会儿，我就知道你是哪种人，一个18线小镇出来的，学习领先，全家的希望。那时候我觉得这叫有志气，现在才明白，这在城里有个专门的词，叫凤凰男。静，你知道我老家的情况，他们……我当然知道。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大小姐，我理解这种家庭，咱们父母都没医保社保，生个病要个养老费，哪样不是咱们掏？但我哥起码能自立，不拖累我。可你家呢？你那个弟弟王崇，吃喝享乐不务正业，哪回要钱不是找你？静，我弟媳怀孕了，卫生所看过了，说是双胞胎，应该是男孩。好嘛，这下你爸妈得疯了，为了2个带伴的，连打12个电话催我们回老家。王冕，这阵仗是把你当岳飞了，12道金牌催你回京受审啊！我看这事儿很难善了。收拾东西吧，明天一早咱们回趟老家。你们当老大的，以后要多帮衬弟弟一家。这是2个儿子啊，这可真是光宗耀祖。你弟还有每月2000的房贷要还，这钱你们出了吧。你弟妹怀双胞胎，也上不了班了，可以的话再给点生活费。什么东西就要我补贴啊？你们能生，你们也得自己养啊。这个大环境，我们自己也不容易，整天在单位里胆战心惊，生怕被裁。你们倒好，连问都不问我们就直接要钱啊！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你们俩这么多年了，就生了1个闺女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你弟这可是2个男孩啊，2个，你们于情于理，难道不该帮衬不成？就是啊，将来2个孩子奶粉钱、上学钱都不少，你们可不能不管。女儿也要富养，我们也不容易。再说现在单位……你干嘛掐我？疼死了！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不同意？就是啊，你干嘛掐他？你有意见啊？你竟然还动手了你！我连碰都没碰你，真想抽他。姑奶奶，求你了，配合一下。行，要这么干是吧？跟我玩这套，好，今天我就陪你把这出戏唱绝了。对，我就是不同意。我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凭什么给他们花？能生就能养，实在养不起了，你们2老养呗。我告诉你们，我1分钱都没有。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们王家兄友弟恭，相亲相爱，你嫁到我们家来了，怎么一点仁义礼智孝都不懂？还仁义礼智孝，是笑死我的笑吗？王冕，你还不管管你老婆？你看她都成什么样了？怎么，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？你敢不听？告诉你，我就要帮衬我弟弟。别说房贷了，以后我的工资卡都给他。他这么来劲儿，我也演得更狠一点。反正我不同意，你敢给他们花1分钱，就离婚。离婚就离婚，谁怕谁啊？别，这倒不至于。一家人说话，怎么就闹到这地步了？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嘿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个女人带个孩子，离了我绝对过不了好日子。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王满净身出户，存款、房子、孩子都归你。以后我就算是去要饭，也不能让我弟弟一家子饿着。看把老头老太太吓的，这么多年来，
我和王冕没少补贴公婆和他弟弟弟媳。王冕呀，你弟要结婚了，人家姑娘要18万8的彩礼，还得在镇子上买新房，5金衣服，样样都要钱呀。咱们家倾尽所有了，还差不少。你当大哥的得拉扯一把，20万就算我们给你借的。哥，你就帮帮我呗。明天我回去和静商量一下。借？王冕，你告诉我那是借吗？那分明是明火持杖的抢，我到现在心口都疼。合着当初我嫁给你爸妈一毛不拉，事事跟我哭穷，到了小儿媳妇这儿，他们就倾其所有，全部满足了，凭什么还得用我的钱去填这个窟窿？静，我知道委屈你了，这金手镯我特意去买的，你别往心里去了。你给我买个镯子，我就能忘了那10万块钱是怎么没的？王冕，你气你爸妈偏心，可你也觉得他们老两口把家底掏空了可怜，对不对？你也心软了，毕竟咱俩都是农村出来的，在他们眼里，你读了书，在大城市立足了，钱就跟大风刮来的一样容易。可他们谁想过，咱俩在单位里是怎么被领导骂，怎么熬夜加班的？老婆，咱们取10万给王崇吧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我爸妈再哭穷，我绝对不为所动。到时候你就没辙了。王冕，你是读过书的人，礼义廉耻、家族荣耀这8个字你怎么能忘？你是咱们老王家的门面，门面不撑着房梁，这房子就要塌了。儿啊，妈这辈子命苦，就指望你们兄弟俩互相拉扯了。你弟要是过得不好，妈这心就像被油煎一样啊！行，离，现在就离，房子归静静，存款归静静，孩子也归静静，我这就净身出户。爸妈，我以后就回村里伺候你们，咱们一家子就算吃糠咽菜，我也得把我的血抽出来供我弟弟。那个王冕，别冲动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这阵子不富裕就算了，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啊！行啊，王冕，这戏演得越来越逼真了，连我都差点信了。既然你这么卖力，那我就陪你演到底。够了，我受够了！你们一家子爱怎么闹怎么闹，我不奉陪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演技这么好？你爸那套礼义廉耻的 PUA， 加上你妈那种寻死觅活的哭法，搁一般人早被吸干了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办法就是当戏精，怪不得你大学非要加入话剧社，果情是在那儿练摊呢。王冕，咱们这日子过得像什么？你弟弟是个没本事的 SB， 只知道啃爸妈；你爸妈没本事就反过来啃咱们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恶心人的食物链。最可气的是，咱俩就在这食物链的最底层。原来咱们是草根，现在我看咱们就是他们的一棵草，谁都能踩两脚。静啊，要不咱们干脆先去扯个离婚证吧？不行，你疯了吗？假离婚是很愚蠢的行为，更何况是为了这种事儿。我有个同事，本来生活还算美满，可为了买房办了假离婚，结果呢，大房子是买了，可住在里面的女人却不是她。她老公一上来也没想出轨，就是婚姻一下子没了法律约束，心就开始活放了，最后直接跟个年轻女同事跑了。虽说那男的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好鸟，可如果没有假离婚，我同事肯定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利益。我不认为你是这种人，可是王冕，我也得保护自己的权益。你想哪儿去了？不是真离婚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上网买个假证，专门用来糊弄我爸妈。买假证，这能行吗？那岂不是要一直演戏，过年也不回去吗？妈，我今年30想回来吃个团圆饭，王冕那天要加班，我一个人在那边。静啊，妈得嘱咐你，30那天千万别回来。咱们这儿老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嫁出去的女儿30不能看娘家的灯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就回来吃顿饭看眼灯，怎么了？那不行，这要是看了，全家人都会走背根儿。你哥还有你小侄子，万一这一年不顺当，那全得怪在你头上。你记住了，别回来，这是为咱家好。静，我知道，咱们就是前有追兵，后有堵截。今年咱们谁家都不去了，我带你和贝贝，咱们去海南旅游过年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不回去。
看我婆婆能不能使唤动那个娇贵的弟妹。公公那套礼义廉典的长篇大论我也听够了。光说不练假把式。静，既然要演，咱们就演到底。等会儿回去，我们直接自己做一个。这玩意儿只要做的逼真，我爸妈那双老眼根本分不出真假。能行吗？这要是被发现了……发现？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咱们已经在三亚喝椰子水了。只要这张证在手，我就能名正言顺的跟你冷战，名正言顺的不带他们玩。我对比了几个模板，这个长得最真。静，把你身份证号报给我。你真的要弄这个？这证要是印出来，咱们可就真没回头路了。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对付他们那种不讲理的，咱们就得用这种特种武器。看好了，这手艺再加上我这演技，这下看谁还能吸得了咱们的血。正还没捂热乎呢，这就追过来了。爸妈，你们过来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我这刚拖的地。打啥招呼？自儿子的家还得地拜帖啊！静啊，赶紧把这鸡宰了炖上。小芳身子虚，这一路坐车吐的不行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这大城市的路怎么这么颠簸？我这金贵的肚子哪受得了这个？这才3个多月，还没怎么显怀就摆这么大的谱。这将来要是真的生了2个儿子，不就成了慈禧太后了吗？妈，累死我了，我这腰都要断了。大哥家这沙发也太软了，坐着不解乏。嫂子，有饮料吗？要冰镇的那种，渴死了。于静啊，你这孩子怎么没个眼力劲儿？没听见你弟妹渴了吗？我们家没饮料，贝贝平时不喝那玩意儿，我们也都不喝。想喝水，厨房自来水管接去，手脚又没断，接个水不至于流产吧？大哥，你瞧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是我要喝吗？是你那2个大侄子想喝，他们现在在我肚里闹腾呢，想喝口甜的压压惊。你当大伯的，连瓶饮料都舍不得买。老大，你怎么跟你弟妹说话呢？小芳那是咱们全家的功臣，别说一瓶饮料，就是她想喝天上的龙肉，你也得想办法，赶紧的下楼买去。大侄子现在还是个胚胎呢，他知道什么是可乐，什么是雪碧。想要饮料可以，一人拿5块钱，我下楼给你们批发1箱现结。你这个当大伯的钻钱眼里了。这可真不是我馋，是你2个大侄儿想喝凉的。这大热天的，总不能让他们在肚子里受罪吧？小芳，你这肚子里怀的是哪尊神仙？才3个月，还没长齐耳朵呢，就知道开口管我要果汁了，是不是过2天还得要冰糖燕窝啊？老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弟妹跟你说话，你在这儿干呕，你是诚心恶心谁呢？妈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胃啊最近特别敏感，一听到那种丧尽天良或者厚颜无耻的话，就会产生剧烈的生理性不适。说正事儿，这一大家子连个电话都不打就杀到城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要来你们这边找个月子会所。我听村里那个进过城的小二说了，现在那地方可先进了，有专门的医生护士，每天还有活动，餐餐都是营养均衡。是啊，老大，这产妇休息得好，将来奶水才足。小芳肚里可是2个，那是双倍的消耗。咱们王家的孙子绝不能生下来就缺了营养。行啊，想去月子会所是好事儿，说明咱爸思想前卫，知道疼儿媳妇。不过爸，您既然打听得这么清楚，那也该知道那地方的行情吧？月子中心3、5万是起步，几10万的也不稀奇。弟妹想要什么价位的？怎么也得7、8万的吧？我听我那几个姐妹说了，5万以下的水平都不行，那环境脏乱差的，连个独立卫浴都没有。我这2个大侄子要是生在那儿，那不是受罪吗？7、8万，小芳，你这口气，我还以为王崇在外面开了跨国公司，月入100万呢。于静啊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王崇有多少本事你还不知道，但这会所的事儿，你们当哥哥嫂子的帮着定了不就行了？你看小芳这回立了这么大功，带给咱家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你们在大城市混得风生水起，又是买房又是买车的，总得给2个侄子表示表示吧？这8万块钱对你们来说，不就是拔根汗毛的事儿吗？妈爸，既然你们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也给个准话，这个高级月子会所我们帮不了，也定不起。妈，您听见了吗？您听见了吗？您在路上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您说大哥大嫂在城里是大户，结果呢？手指头缝里露点出来都够我生10个儿子，结果呢？
这才刚开了个头，人家就开始哭穷了。行啊，那我还生什么儿子？生下来干什么？像王虫一样，一个月挣3000块钱，连口好奶粉都喝不上，全家跟着喝西北风去。这孩子我不生了，谁爱生谁生去。明天我就回娘家，我哥带我去医院。咱们老王家的根，爱谁留谁留，反正我不遭这个罪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怀的可是咱们老王家的命根子啊！别生气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于静，你是不是诚心想要老王家绝后？你非得把小芳气出个好歹来才甘心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笔钱你们必须出，不出也得出。妈，您这戏演得太过了吧？我记得我怀贝贝那时候，重感冒发烧都不敢吃药，还得挺着大肚子给全家人做饭。那时候您怎么不跟小芳一样，把我当成小祖宗伺候？那能一样吗？那时候家里条件是不一样，是因为小芳娘家就在本村，她哥哥多，她嫂子泼，您在村口见着她娘家人都得绕道走。您是怕她娘家人上门砸玻璃，所以才在我这使劲捏软柿子，对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。您摸着良心问问，这么多年，小芳在家里翻过碗、骂过街，您哪次不是陪着笑脸？我呢，我就因为过年没给王宠买那件500块的羽绒服，您能背地里念叨我半年。妈，您这双标使得可真够顺溜的。够了，没大没小的东西，这儿轮得到你一个老娘们当家做主吗？老大，你是死人吗？刚才我问你的话，你还没回。这个月子会所，你到底是定还是不定？您二位也别光着王冕一个人问，这个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关于月子会所的事儿，问谁结果都一样。我的态度很明确，这笔钱我不同意出，不管多少钱，只要是给他们订会所，1分都没有。当初我怀贝贝的时候，王谋刚在公司站稳脚跟，那时候家里是什么情况，您二位比我清楚。我腰疼，连弯下去洗个袜子都困难，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要出一身冷汗。那时候我也没见谁提过什么月子油过所，更没见谁说要来帮衬帮衬我。我生完孩子第3天就下地做饭，半夜起来喂奶喂到掉头发。那时候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是我自己硬挺过来的。怎么到了弟妹这儿，我舅舅得大方到花几万块钱送别人去享清福？我于杰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老大媳妇儿，你看看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什么叫别人？小芳是老二的媳妇儿，那是你正经的弟妹，她肚子里怀的是2个带瓣的孙子，那是咱们老王家的根，是光宗耀祖的血脉。咱们老王家祖祖辈辈讲究的就是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喜事儿，那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一家人就是要互相扶持才能团结。你看看你，整天在那儿算计你生孩子花了多少，他生孩子花了多少。做人啊，得往大处看。你这样斤斤计较，那是自私自利，是不懂人伦道理。爸，您口中的大处看，就是让我们省吃俭用，把自个儿女儿的学费省下来，去供一个小芳根本没必要住的豪华会所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还真不懂您的道理。静啊，你这孩子心怎么这么狠呢？你们现在在大城市里住着这么大的房子，出入都有车，你们是站稳了脚跟，日子过得鲜亮了，可你们不彻底不管家里人。王冕，你摸着心爷子想想，当初我和你爸是为了谁才在那穷山沟里熬了一辈子？那时候家里连1瓶醋都舍不得买，全家吃咸菜疙瘩。你爸大冬天的去河滩上搬石头，手冻的全是血口子，他为的是啥？不就是指望你能出人头地，以后拉扯你那个没出息的弟弟，让全家人都跟着沾点光，过上几天好日子吗？要是你现在在大城市里过好了，就开始嫌弃家里累赘，关起门来只顾着自己那点小日子，连亲弟弟生2个孙子这种大事都不管。这要是传回村里，我们老两口这老脸往哪搁？你是想让全村人都戳着我们的脊梁骨，骂我们养了个白眼狼吗？妈，你也别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了。王冕孝顺，这些年给家里的钱加起来够在镇上买2套房了吧？他欠您的早就还清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母子情分能用钱还清？你也别拿一家人来绑架我们。我今天算是听明白了，什么大侄子想喝果汁，什么月子秀所不定就不生，这些其实全是晃套我们的引子，对吧？你们今天不辞劳苦跑这一趟，根本不是为了那几万块钱，你们是在找我们要一个承诺。你们是想看着王茂点头，让他答应，以后这2个孩子的奶粉、衣服、上学，甚至是将来娶媳妇儿、买房子，都得由我们这对当哥嫂的包帘了，是不是？放屁！我们老王家没这么不要脸。没这么不要脸？那您敢不敢发誓，今天只要我们出了这月子会所的钱，以后王宠养不起孩子的时候，你们绝对不会再伸手管我们要1分钱？您敢说吗？您不敢，
因为你们心里清楚，王崇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。这2个孩子就是你们抓在手里的长期饭票。你们想要的是一份关于帮衬弟弟一家的终身合同。如果我今天因为心软点了个头，那我和王冕这辈子就算彻底完了。我们的小家，我们的贝贝，都会被你们这一大家子吸血鬼吸得干干净净的，直到最后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嫂子，你也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。什么吸血鬼？这大城市里的钱不都是风刮来的吗？你们动动手指头，坐办公室就拿1万多，分给我们几千块怎么了？那是你亲大侄子。再说了，我生这2个儿子，以后老了不也得给大哥大嫂送终吗？你们生个赔钱货闺女，长大了一嫁人就是别人家的了，到时候你们指望谁啊？没我儿子，你们以后连个上坟烧纸的人都没有。小芳，你嘴放干净点儿。贝贝是我亲闺女，是我心尖上的宝贝，不是什么赔钱货。你要是再敢说一个字，别怪我不顾亲戚情分，现在就把你扔出去。老大，你疯了？你怎么跟你弟妹说话呢？她肚子里可是2个带棒的。再说了，小芳那是话糙理不糙，你总得为以后想想啊。咱们老王家的根不能在你这儿断了指望啊。爸妈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们就跟你好好说说。这么多年，你们是不是一直觉得我和王满在大城市过得特别富裕，觉得我们住着这样的房子，开着车，日子过得特别舒服？哼，行，既然你们今天为了月子中心非要逼我们，那我就把这个家彻底剖开了，给你们简单算算。王冕在外面那个外企看起来风光，月薪1万1，我在国企月薪6000，加起来这一家人一个月入账1万7，听起来不少吧？现在咱们来算减法，房贷每个月雷打不动扣走5000，车贷2000，这就去了一半了。贝贝现在上幼儿园，一个月2500，为了不让他落后，美术班1000，剩下咱们3口人的吃喝拉撒，每个月最节省也要2000，这1万7，算完这些，你们觉得还剩多少？这还没算咱们存钱，还没算咱给自己买件衣服。这不对呀，于静，这1万7减掉那1万2，这不是还剩下4、5千吗？那可是4、5千块钱呢，顶咱们县里2个壮劳力的整月工资了。就是4、5千块够买多少奶粉了？嫂子，你这就是铁公鸡，故意瞒报账目。剩4、5千，妈，您觉得那是净落下来的钱？我还没算1年的物业费、暖气费，大城市喝口水都要钱，人情往来、车随哪样不要钱？咱们一家子3口人，难道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不得有个头疼脑热，去趟医院几百块就没了。这医药费您算进去了吗？这屋里的家电坏了不换，我们一家子是不穿衣服了，光着屁股出门。贝贝马上要上小学了，以后各种杂费、辅导班，这些钱难道等天上下雨淋下来？那也剩得多。我们那时候1分钱都没有，不也把老二拉扯大了？你就是娇气。那美术班什么的赶紧退了，女孩子家家的学什么画画，把那钱省下来给你大侄子住会所，那才是正经事儿。妈，听您的意思，我得让贝贝当个睁眼瞎，自断前程，去保养王崇那2个还没出世儿子。你是当哥的，这也是你应该担的责。钱嘛，积积总会有的。积积总会有的。行，既然你们觉得4、5千很多，那从下月起，王冕的工资1分也别给家里了。正好我也打算辞职了，咱们一家3口就靠那4、5千块钱在城里讨饭吃，看能不能挤出月子中心那8万块来。想要钱？行，把这些物业费、水电费、贝贝的学费全交了，剩下的你们哪怕拿去烧了，我也不心疼。爸妈，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，我们的日子真的是紧巴巴的。你们只看到王冕在外企拿1万1，可你们看到他为了这1万1熬夜到凌晨3点，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的时候吗？你们觉得剩4、5千很多？那是我们要留着保命的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头子，你别姐，看清楚了吗？这是王冕腰疼的受不了时贴的，一盒就要200多，他舍不得用，只有疼的直不起腰才敢贴一片。这算不算在你们的账里？王冕，你还记得吗？上个周末带孩子去商场，就那个充200块钱的淘气榜，我充钱的时候心疼的要命，那是咱们2天的饭钱。我在想，这200块钱能买多少排骨，能给贝贝买多少牛奶，所以我没让他进去玩。贝贝才5岁，他已经学会看我的脸色了。他看到我犹豫，他就主动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爱玩海洋球，咱们回家吧。”妈，
那是一个5岁孩子该说的话吗？他懂事的让我心疼。他班上的小朋友穿的是300-400的名牌，拿的是进口的水壶。可我这个当妈的呢，我只能在网上等那个9块9抢购，只能在直播间蹲守那些过季打折的30-50块钱的平替。嫂子，你也太虚荣了。小孩穿什么不行？我看贝贝那鞋就挺好。再说了，一个女孩子，你给她花那冤枉钱干啥？你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评头论足？你肚子里那2个还没影的，就得住8万块的会所。我的贝贝，我的亲生女儿，连穿双体面的鞋就是虚荣了。你看看，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？这儿是大城市，这儿的一棵草都得交税。好多小朋友在商场里那是真的在玩，卡丁车、娃娃屋、VR 手工，人家玩一次够咱们吃半个月。唉，静啊，爸虽然没念过书，但爸眼睛不瞎。贝贝上了那什么1个月几千块的高级幼儿园，天天穿得跟小公主似的，这哪是过日子，这是在蜜罐子里泡着呢。我说了半天账单，说了半天辛苦，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什么？合着我刚才掏心掏肺的话全是对牛弹琴呢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王总在老家那日子过得比你们差远了。他在镇上干苦力，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，到现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，整天为了那300-500块钱的开销愁得睡不着觉。你们当老大的在这儿锦衣玉食，心不能这么狠啊！那可是你亲弟弟，你忍心看着他为了2个大孙子的奶粉钱去卖血吗？就是啊，静啊，不是妈说你，你们3口人吃什么饭1个月要花2000块啊？那菜市场的带白菜才几毛钱1斤，你们这纯属是不会过日子。还有那些什么美术班、培训班，我一看就是骗钱的，一张纸画几笔就要1000块，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根本没必要上。要我说，贝贝就是一个女孩子，长大了一嫁人就成了人家的人了，供这么好干啥？纯属浪费。那按妈您的意思，我们2口子得克扣自己的女儿，让她别吃饭，别上学，全家节衣缩食，把省下来的钱都给王虫他们养孩子，是吗？凭什么？贝贝是我亲生的，凭什么要我的女儿给他们家让路？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你们2口子那一根汗毛拔下来都比他们的腰粗，过日子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，省点出来帮衬帮衬亲兄弟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或者你们的一根汗毛拔下来都比他们的腰粗。静啊，不是妈说你，这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的，得攒着点儿。王宠可是你亲弟弟，他日子过得苦，你们拉扯一把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停！不要再说了！我和王冕已经离婚了，这些烂事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了，一个字也不要提。啥？看清楚了，我们已经不是一家子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有事儿你们跟王冕说，别跟我说了。现在满意了吗？就因为你们永无止境的索取，因为你们不停的吸血，你儿子已经离了，老婆没了，家也散了。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要把他害成什么样，是要把他逼死你们才担心吗？老大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怎么能离婚呢？王冕，你说话呀！这到底是咋回事？王冕这个戏精，终于是到他登场的时候了。我能怎么办啊，爸妈？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你们只看到我挣工资，你们记不记得当初我刚工作3年的时候，你们就闹着要盖新房，非找我要10万。那时候我和静静正存首付要结婚呢，为了给你们那10万块钱盖房，我和静静晚了1年多才结上婚。静静跟着我受了多少委屈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左一个10万，右一个10万，爸妈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在大城市里捡钱的？我和静静要是大块也就算了，可问题是我们也没钱啊，我们要房贷，要养贝贝，我们要活命啊！那什么，这盖房的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，你这孩子现在提他干啥？这哪能不提？爸妈，做人得讲良心啊！当初我和静静结婚的时候，你们1分钱没掏，静静体谅咱们家穷，她可是一个字都没抱怨过。后来呢？王宠结婚，弟妹要这要那，又是新房又是5金，你们手一挥全给添置了。就这样还没完，还找我们又拿了10万。10万呢，那是我们省吃俭用存的首付，我们也不是开银行的，我们的钱也是血汗换来的。哎，老大，你这话说的，当初给那10万，那可是你们自己点头同意的，现在翻什么陈年旧账？就是啊，大哥，谁家娶媳妇儿不给彩礼不给买房啊？这都是老规矩。你们当初答应给钱，那是你们大方，可别把这烂账算在我头上。彩礼，我结婚的时候彩礼一共才6万8，那还是贝贝他爸为了娶我，
自己在单位加班加点，一点点存出来的。我们结婚时还在外面租房子住呢，凭什么到了你小儿子这儿就得让我们掏空家底儿去供着？你们老两口摸着良心说，2个儿子这么偏心，就看我好欺负呗？你们不一样嘛，你们上过学，有文化，挣钱比他们容易，本事也比他们强多了。爸妈，多余的话我不说了，因为这些个烂事儿，贝贝妈真的不想跟我过了，离了婚也要把我赶出去。我能理解她，现在我还能住在这个家里，那是因为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给我留观察看呢。你们要是再敢来提这些无理要求，我们俩就彻底完了。到时候我王冕也就是个无家可归的烂命一条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老大媳妇儿，你看看你，咱们这不就是商量家务事儿吗？这怎么闹的？至于闹到领证这一步吗？这传出去，咱们王家的脸往哪儿搁？脸面，爸，您这时候想起脸面来了。您逼着王冕掏干家底去供养王崇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他这个当哥哥的还要不要脸面的活下去？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亲戚之间正常的帮衬，有急事拉一把，这我都同意。但我不当冤大头，我绝对不会帮人家养孩子。救急不救穷，这5个字您活了一辈子，难道不懂吗？那能是一样吗？这可是2个孙子，2个带棒的呀！爸妈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的女儿贝贝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宝贝。我辛辛苦苦挣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要花在她身上。我的钱凭什么给别人家的孩子花？凭什么要克扣我女儿的未来，去供养别人的儿子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怎么都这么自私啊？做人不能这样啊！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啊，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像我当年也是家里的老大，打我上班挣第1个月工资开始，我每一分钱都交给我妈，我累死累活，这才把下面4个弟弟妹妹养大。难道我当时不管他们？难道我要眼睁睁看他们饿死吗？爸，您说的对，照您这样讲，王冕既然是您的儿子，就该继承您的优良传统。行啊，那从明天起，王冕挣的每一分钱全交给您，由您来分配，这行了吧？但是，既然要公平，那我于静挣的钱是不是也该全部交给我妈，去养活我的哥哥、我的侄子？毕竟我妈也辛苦把我养大了，我也得报恩啊！你这说的什么胡话？那能一样吗？你嫁进了王家，你的人、你的钱，那就都是王家的。你居然想拿王家的钱去养外星人，你这是大不道！照您这么说，我嫁给王冕就是活该倒霉，这辈子挣了钱只能往你小儿子那个无底洞里填。我又不是脑子有坑，我有我自己的女儿要养，我还有我亲爹亲妈要贴补呢。我钱多的没地儿花了吗？凭什么去供那2个姓王的祖宗？你们有本事生就有本事自己养，舔着个大脸找我们要钱算怎么回事？我们是你们的提款机还是你们的活祖宗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，你这个大逆不道的！爸，算我求求您了，为了你们，我都已经跟静静把离婚证领了，我现在连家都没了，您还想要我怎么样啊？是不是非要把我这条命也赔给老二，你们才送心？你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你自己没本事。你是个男人，连自己老婆都管不了，让她爬到你头上拉屎撒尿，你还有脸回来跟我嚎？我没用，行，我王冕就是个废物。现在我老婆跑了，房子也归人家了，我一无所有了。看到大儿子混成这副烂样，你们2位现在终于高兴了，满意了，对吧？你个混蛋玩意儿，我打死你这个！行了，别说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今天大家都正在气头上，说话都没个准儿。王冕啊，你们现在确实不方便，那这钱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我不走，你放开我，你这个疯婆子！哎，妈，那我那月子会所还有我的燕窝，没看都闹成这样了，回头再说。走。王冕，你给我记住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，吃里扒外的废物点心。我们老王家怎么生出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？这老两口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这演技，这搭配，真是天衣无缝，完美至极。走了，终于走了。王冕，这老两口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。今天咱们是靠这本证把人吓走了，可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总不能他们来一次，咱们就演一次吧。时间长了，他们迟早会发现咱们是假离婚，到时候只要这张纸被戳穿，咱们就彻底没牌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我知道，演戏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其实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
静，真没想到，最后非要走到这一步不可。什么步子？你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这半年我们公司一直不太稳 ，HR 前阵子找我谈了，打算大幅度裁员。他们给出的补偿方案是 N+7。N+7，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，这简直就是福利型裁员了。是啊，不少同事已经拿钱走人了，我一直沉着气没动。一是因为手头那个项目还差最后一点就能完美收官，拿个满额奖金；二是因为我得先给自己找好退路。我已经和一个老同学说好了，等我从这儿离职，直接去他那儿入职，职位和薪资待遇我都谈好了，甚至比现在还稍微高一点。我和同学打过招呼了，打算过2个月再去办入职手续。2个月？王猛，现在找个合适的工作不容易，为什么要拖这么长时间？万一人家那边变卦了呢？因为这次我得给他们下一剂猛药。什么猛药？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他们的大儿子是怎么被他们彻底榨干、彻底毁掉的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真正害怕。王冕啊，睡了没？妈这2天心里老是不踏实。你跟静静那事儿，哎呀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关系缓和点没？妈跟你说，那离婚证可千万不能真去办登记，吓唬吓唬他就行了，别真把自己弄得没家了。哎，对了，说正事儿，你弟媳妇小芳这2天反应大得很，吃啥吐啥，天天往医院跑。医生说这双胞胎金贵着呢。我听村头王婶说，这时候得吃燕窝，那玩意儿大补，2个大侄子在肚里长得壮实。咱村里这种穷地方哪有卖正经货的？你去城里大商场给买几盒最好的，赶紧寄回来啊！你听见了吗？月薪3000的家庭，怀个孕竟然要吃燕窝。他们知道燕窝多少钱一克吗？在他们眼里，我挣的不是工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砖。王冕，咱们得看清现实。如果王宠2口子是真的本分肯干，家里真有难关，咱们勒紧裤腰带拉一把，那叫守望互助。可现在呢，他们是一个敢要，一个敢给，全指望着吸你的血来撑场面。吸了这么多年，也该吸干了。静，你说的对，给这种人钱就是在助长歪风节气。既然他们觉得我过得太好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过不下去是什么滋味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那可是你亲爸妈。就是因为是亲爸妈，我才得下这剂猛药。我不等了，明天我就去办手续。王工，你的表现一直很好，但大环境确实不好。这是公司给出的 N+7补偿，自签了，款项今天下班前会到账。老大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王冕，你这衣服怎么弄的？脸怎么这么黄？爸妈，我完了，我彻底完了。出啥事儿了？你别吓唬我！我工作出大事故了，公司被我搞砸了，裁员名单里我是第一个，我被开除了，1分钱赔偿都没有，还可能要赔违约金。于静看我没收入了，嫌弃我了。她那个女人心狠啊，她拿着之前签好的离婚证直接去登记了。她把我赶出来了，房子、车子、孩子她一样都没给我留。爸妈，我没家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爸妈，儿子回来看你们了。城里待不下去了，我连房租都付不起了，以后我就住在家里，你们管我一口粥喝就行，我回来给你们种地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王冕，你不是打小就聪明吗？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大公司里当什么组长，很认真工作的吗？你还能被裁员？认真工作有什么用？妈，大环境不好，现在到处都在裁员。我辛辛苦苦给公司卖命这么多年，人家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这都是早晚的事儿。看了好多新闻，手机上天天说这个厂关了，那个公司倒了，我还以为是吓唬人的。原来还是真的啊！可你上这么多年学，读了那么多书，咱们村就你这么一个大学生，你怎么还能没工作啊？这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没事儿没事儿，老大，你先别灰心，你是有文凭的人，大公司不要你，你再去找一个不就行了？城里地方大，总有吃饭的地方。找工作？妈，您说的倒轻巧，现在满大街都是失业的人。我这个年纪，高不成低不就，
哪里还找得到合适的工作啊？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折腾不动了，反正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爸妈，不行我就回来种地吧，咱们村那几亩地总能种出点吃的。你要回来常住？对啊，爸妈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媳妇儿不要我，钱也没了，除了你们我还能靠谁？你们不会不管我吧？哎呀，大发哥，你瞧瞧这阵仗，咱们镇上首富结婚也就这规格了吧？这得花多少钱呢？钱那玩意儿能难倒我？我大儿子王冕在城里那是干大事的，经理、大经理，挣的那是年薪，这点钱也就是他动动手指头事儿。还是大发哥命好，养了条真龙。这婚房、这5金、这18.8万的彩礼，全是老大出的吧？那可不，老大那是读书种子，在外面混的那叫风生水起。我那大儿媳妇静静虽然是城里国企的，但在咱们家王冕说一，她连个大气都不敢喘。要多少钱，老大一句话，她就得乖乖送回来。这金镯子啊，大哥从城里带回来的，说是啥老凤梅的，不贵，也就2万多吧。大发哥，你们可真会教育，2个儿子，一个挣钱供全家，一个留在身边抱孙子。你们这往后的日子比神仙都美呀！老头子，这以后可咋办啊？燕窝呢？月子中心呢？小芳要是知道老大没钱了，他能把屋顶给掀了。掀了！我看他是要把咱们老两口的皮给扒了。咱们当初规划的好好的，老二没本事就得留着养老，老大读了书，在外面挣大钱，那就是咱家的面子，是咱家的银行。让老二吃老大的，花老大的，老大还得念着咱爹妈供他读书的情。这原本是个多圆满的局啊！是啊。只要老大在城里待着，咱们就是村里头1号，谁见不得高看一眼。老二干啥都不怕，反正有老大兜底。可现在这银行怎么就倒闭了呢？大发哥睡了吗？听人说你家老大回来了，在那大城市当经理当腻了，回咱这儿享福来了。快把灯关了，别出声。看见没？报应来了。明天只要天一亮，整个村子都会知道老王家那个出人头地的老大变成了个媒婆娘、没工作的丧家犬。他们会怎么笑话我？他们会说我王大发吹了一辈子牛，最后养了个吃白饭的废物。你就没看见我妈今天那脸，一会儿白的跟刷了墙粉似的，一会儿青的跟烂菜叶一样，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。听你这一套一套的王冕，我觉得你好损啊！这一招杀人诛心，直接把咱爸咱妈这辈子的体面给活生生撕了。你就不怕他们气出个好歹？不下一地猛药，这病根断不了。他们以前觉得我不仅是儿子，还是个能无限取现的自动柜员机。现在柜员机不仅坏了，还要豆蔻他们的钱，他们能不急吗？那接下来呢？你总不能一直在那儿躺着装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王冲两口子要是知道了，能饶得了你？就当放个假，先歇几天，这叫心理战。我要让他们亲身体会一下养一个没用的大儿子是什么滋味，然后慢慢等待时间的馈赠。馈赠？我看你是想气死他们。我在大城市拼命接私活挣奶粉钱，你倒好，在那儿带薪休假演大戏。老婆，这几天真的辛苦你了，亲爱的。我知道家里现在全靠你顶着，等我把这颗家族毒霾彻底切干净回去了，一定好好补偿你和贝贝。辛苦倒是不辛苦，为了咱们的小家，这点累我受得住。只要你能把事情处理利索，别留后患就行。挂了，我还有2份报表没核完呢，这都是贝贝下半年的学费。宝贝，怎么还没睡？平时这个点儿，爸爸都把你哄着了。妈妈，爸爸还要多久才回来？我想听他讲奥特曼打小怪兽的故事。还得一段时间呢，爸爸去爷爷奶奶家办大事去了。怎么，你想爸爸啦？妈妈，爸爸为什么要假装没工作？他为什么要回去骗爷爷奶奶？原来我和王冕平时的那些讨论、那些争吵、那些所谓的高明计划，孩子竟然全听进去了。要命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教育。贝贝，那个爸爸他不是……宝贝，是这样的，因为爷爷奶奶非常希望爸爸能去帮助你叔叔，但是爸爸觉得叔叔已经是个大人了，
他应该自立自强，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。这样解释应该还可以吧？既保护了王米的形象，又传达了正确的价值观。妈妈，我不明白，既然爸爸不想帮，直接不理他们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复杂，还要假装没工作骗人？是啊，贝贝跟公婆他们1年才见1、2次，根本没什么感情。在他的小世界里，不喜欢就可以不理，事情应该是黑白分明的。可大人的世界却复杂的像一团乱麻。贝贝，爸爸小时候也是爷爷奶奶照顾着长大的，就像现在妈妈和爸爸照顾你一样。父母养育孩子很辛苦，也很不容易。虽然爷爷奶奶现在老了，有些事情糊涂了，做得不对，但爸爸不能因为这个就彻底不理他们，那是不孝顺。还有啊，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爸爸上大学的时候，家里正好特别困难，连饭都快吃不饱了。那时候是你爷爷，也就是你爸爸的爸爸，挨家挨户的去借钱，他跑了好多人家，受了数不清的白眼，才好不容易凑够了你爸爸的学费和生活费。这些事儿你爸爸永远铭记在心里。爷爷奶奶虽然没什么文化，重男轻女的毛病也让爸爸很头疼，但他们确实真心疼爱过爸爸，对他寄予厚望。所以你爸爸既想好好的照顾咱们这个家，让我们过好日子，也想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，让他们晚年能过得幸福。不得已，他才只能用一些特殊的方法，像演戏一样去劝导他们。你们幼儿园不是也学过《弟子规》吗？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亲有过，见使更，怡无色，柔无声。亲有过，见使更，柔无色。以前总觉得幼儿园让打卡这些东西很麻烦，现在看来倒让我学到了很多，也救了急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当父母有了过错，子女有义务让他们改过来，可是提建议的时候态度要好，声音要温柔。你爸爸现在做的可不就是一种另类的建议吗？原来爸爸是在给爷爷奶奶提建议呀。那好吧，你的形象又传达了正确的价值观。大儿，多吃点肉，补补。工作没了咱再找，可别把自己身体愁坏了，妈看着心疼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在家里待着，这儿就是你最后的窝，没人敢笑话你。王冕，这都几点了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还不起来？这屋里味儿都快熏死人了！你真打算在这儿睡死过去啊？妈，起那么早干啥？城里没我的位子，家里我也没地儿种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是心里苦吗？只有刷刷视频，我这心才不疼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，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呢？那个让老子在村里挺直腰板的项目经理呢？一个大小伙子，啥也不干，只知道躺床上玩手机，天天在家吃白饭。王冕，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爸，我这不是失业了吗？老婆跑了，钱没了，名声也臭了，我都没脸了，还要脸皮干啥？那玩意儿能当饭吃？张大婶，摘菜呢？这小青菜长得真嫩，跟城里超市卖的不一样。哟，这不是老王家的大才子王冕吗？怎么这个点还在村里晃荡？还没回城里当你的大经理？不上了，婶子，我那是得罪了领导，被裁员了，公司不要我了，嫌我没用，卷铺盖走人了。啥？那你那城里媳妇呢？以前你爸妈总夸你媳妇听话，离婚了呀。人家那是嫌贫爱富，一看我没工作，当场就把离婚证甩我脸上了，连门都不让我进，我就带了2件旧衣服就被踹出来了。那贝贝呢？那可是老王家的大孙女，虽然是个女娃，但也是根儿啊。孩子归谁？归女方了啊。人家有钱有房，我啥也没有，孩子以后得跟人家姓了。我这辈子啊，算是白干了。哎呦，那这贝贝以后还是你们老王家的人吗？这不是断了念想吗？听说了吗？老王家那大学生没用啊，学这么多年还不是没工作，回村吃老底了，老婆孩子都守不住，还以为多能耐呢，天天吹牛。这下好了，老婆跑了，孩子也不是自家的了，白念那么多年书，还不如我儿子在工地搬砖挣得多。你到底在外面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今天我去集上买烟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戳死。老张头还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回来抢他扫大街的活干？”王冕啊，
你知不知道你爸这些年最在乎什么？他在村里吹了一辈子的牛，说你多有出息，说你媳妇儿多孝顺。你现在在大树底下那一顿白活，好通啪啪打脸啊！你这是要我们的老命啊！妈，我没胡说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难不成我还得骗大伙说我还在当总经理？万一哪天他们去城里找我，我露馅了，不是更丢人？你就算不能出门干活，你关起门来待着也行啊！为什么非要出去丢人现眼？你是要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光吗？你是没看见，我爸刚才进屋的时候，那脚底板都打飘。他在院子里转了3圈都没敢进屋，因为隔壁邻居正趴在墙头问他，我啥时候去搬砖补贴家用呢？王冕，你真损啊！你以前怎么没发现自己有这演戏的天分？你是懂怎么杀人诛心的。为了咱们的小家，这点戏算什么？他们越是难受，就越会想办法把我这尊瘟神请走。行了，别抠了，王冕，这都第3周了，你天天在大树底下跟那些碎嘴子唠嗑，你到底想咋样？我和你爸商量了，咱们今天得开个会，就一个主题，怎么让你振作起来？开啥会啊？振作啥呀？我都这样了。先别说别的，妈问你，你和于静离婚，财产是怎么分配的？你当初在大城市打拼这么多年，总不能真的是净身出户吧？对，别的钱就算了，城里那套大房子总得说道吧，那可是咱们家的根基，首付咱们也出了力的。别提了，妈爸，你们还惦记那房子呢？现在那房子还差好多年贷款呢，你们知不知道1个月要还多少？5000多，雷打不动的扣。现在于静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天天愁得撞墙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还这笔钱。这种时候我还分房子，我哪有这么大脸？我再禽兽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去抢房产证啊！那也不能全给他呀，卖了分钱不行吗？卖，爸，您真是想得太美了。这房子是当年最高点买的，现在行情跌成啥样了？现在卖出去，连当初咱们交的首付都拿不回来。我总不能为了这点缩水的脏钱，让我亲闺女贝贝流落街头去睡大马路吧？行，房子不要了，那你总得再找个工作啊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你可是名牌大学生，不能天天在村里当混子啊！找工作，妈，您出去打听打听。现在大环境太差了，我这种岁数的到处都在裁员，工作哪里好找啊？大不了我就和王崇一样，在附近县城里随便找个活干，哪怕是当个保安，送个外卖。挣不挣钱的也都无所谓了，反正饿不死就行。我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待着。哟，我说今儿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？咱家那位出楼地的大学生城里人怎么还没回城里去啊？合着这是打算在家里常住，跟咱爹妈蹭饭了？王崇，我这刚回来住1礼拜，你就开始数落我蹭饭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你在这屋里啃了多少年了？我才刚啃几天你就有意见了？当初你结婚是谁出的18万8？家里盖这3层小楼是谁出的钱？你摸着良心问问，你怎么不提我给家里填的那些窟窿呢？说这有意思吗？王冕，你别在这冲大头，爸妈当初供你上了大学，可没供我。你要是没念那书，能进外企挣那2个子儿，你帮帮家里，那是你应该出的力。我呸！你那是爸妈没供吗？王崇，你要点脸行吗？当初是谁小学就留级，念个初中都费劲？是谁连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，最后连刚高都考不上？你是那块料吗？你根本考不上，好吧？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个？怎么，书读不进去，现在倒怪起我读书有罪了？王冕，你少拿学历说事儿，别以为从前花了点小钱你就有功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咱们家的大功臣。我媳妇儿怀了两个带把的儿子，你呢？现在连工作都没了，老婆都跑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爸妈，你们听见了吧？听听你们好儿子的心里话。我冤不冤啊？我这些年当牛做马，为了这个家连命都快搭上了，是你们逼着我给王崇买房，逼着我给他出彩礼。现在好了，因为这些没完没了的补贴，于静跟我离了，家散了，
工作也没了，我成了全村的笑话。可现在你们看见了吧？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，在人家眼里，我就是个出钱的工具。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要我帮衬的好儿子。我冤死了，我不活了。老大，你别这样，王冲，你少说2句。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王冕，你少在这儿装清高，你不就是读了几年书吗？现在还不是像条丧家犬一样缩回来啃老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我啃老？王崇，你这话亏不亏心？你在这屋里啃了20多年了，我才刚回来啃了几天，你就有意见了？你怎么不提当初是谁给你出钱结婚的？是谁给家里出钱盖这3层小楼的？我这些年流的汗，全都填了你这个无底洞。那是你该出的，爸妈供你读大学，又没供我。既然你这么有能耐，觉得自己才是王家的功臣，行啊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有本事你就别在家横，你自己出去好好找个工作，自己挣钱养活你老婆孩子，天天在这啃老啃我，算什么本事？你要是真能出去挣到大钱，我王冕二话不说，当场给你磕头，我这辈子都服了你。好，王冕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别在这儿看不起人，一定出去好好搞钱，等我回头发达了，老子要拿10捆人民币一滚一捆的砸死你！行，我等着你那10捆钱砸死我。你要是做不到，你就把脑袋揪下来给我当凳子坐，敢不敢接？好啊，你等着，谁送谁是孙子！老伴儿啊，咱们是不是做错了？咱们所谓的人生规划，原来全废了。老二被咱们养成了个只管张嘴要饭吃的废人，老大被咱们生生逼成了个疯子。本想指望老大供养老二，咱们享清福，可现在2个儿子的日子都不好过。老大离了婚，丢了活，老二除了伸手要钱啥也不会，咱们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老大，这都1个半月了，你天天这么躺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王冕，咱们商量了一下，你还是回去求求贝贝他妈吧，让他重新接纳你，你们俩复婚，好好过日子去。爸妈，回不去了，静静对我彻底失望了。再说我个没工作的废人，回去干啥？受气吗？好歹你是贝贝的亲爸，远配的夫妻总比半路的强啊。再说城里地方大，好找工作，你总比在村里种地强吧？唉，我也想回去，可我没工作，回去了也是吃白饭。你们之前不是还要我帮老二还房贷订会所吗？我哪有那个钱啊？回去了不还是被静静赶出来？那个你放心，只要你以后跟贝贝妈好好过日子，我和你妈再也不给你添负担了。对，王崇他也成家了，该长大了，以后我们不让你管他了，他也不会再打扰你们过小日子了。那什么高级月子中心、燕窝，还有王崇那2000块钱房贷，不提了。你弟媳妇那个人也是眼高手低，咱们家条件本就不宽裕，要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啥？真是招不下他了，回头我就去跟他说，让他愿意过就好好过，不愿意过就走，我们老两口绝不留他。行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过2天试着回去求求他。王冕，说真的，2个月前看你发朋友圈说回老家种田，我真以为你被那破外气给榨干了，打算提前退休了呢。那不叫退休，那叫战略性休整。不回去趟那一岛烂泥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，原来坐在空调房里签合同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儿。你小子，我听说了，你走的时候拿了原公司 N+7的最高补偿，那帮 HR 现在肠子都青了。你带走的那个项目，他们现在没人能接手，听说明天还要登门求你做技术顾问。求我就不必了，商业合作按次计费，我已经把那边的对接合同转给咱们公司商务部了，这就算我送给公司的投名状。好，我就知道你王冕不是去修仙的，
副总的位置，股份期权，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。你只要回来，咱们哥俩今年非把那几个大标书全拿下来不可。王总，欢迎归队。周总、王总，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，各部门主管都在等王总的入职演讲。走，先去开会，耽误了2个月，我得把进度追回来。是爸爸的声音。宝贝儿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再也不走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静，手续全办好了，从明天起，我就是周氏科技的副总。静，你说，这世界是不是挺现实的？我当了10年孝子，给家里盖房，给老二娶亲，换来的是他们变本加厉的压榨。可我拿这张几块钱的假证演了2个月，他们居然破天荒的让我滚回来找媳妇儿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一个离婚破产还要回村里啃老的大儿子已经不再是面子，而是累赘。他们怕你真的赖在家里，怕你分他们的口粮，更怕你分老二的家产。是啊，以前我总觉得血浓于水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在有些家庭里，血不仅浓于水，还浓于钱。当提款机没钱了，他们跑得比谁都快。王冕，如果我嫁的是那种愚孝到骨子里，只会内耗自己的男人，这日子估计早就过碎了。我真的很庆幸你能在这个泥潭里醒过来，还能带着咱们的小家全身而退。静，这次的事儿也算让我看透了。他们虽然糊涂，但最后那场戏也说明，当一个儿子彻底废了的时候，他们唯一的一点亲情，就是希望我别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，心疼我。不，他们那是心疼钱。如果是王重落到这步田地，他们肯定会砸锅卖铁去救。但我跟王重不一样，在他们心里，我这种有本事的人是不配得到同情的。那是他们瞎了眼，可你现在有我和贝贝，咱们家才是你永远的不计代价的后盾。我也明白了，所以谁都不怨了。血缘这东西割不断，但也别想再捆住我。这2年心里攒下的那些委屈，只要一看到你和贝贝，就全烟消云散了。那当然，以后你只准疼我们俩，老家那边该尽的义务咱们尽，多余的1分也不许给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静啊，我得提前给你打个招呼。今年过年大30那天，你千万别往家跑啊！咱们老家的规矩你懂，出嫁的闺女不能看娘家的灯，看了那是存心让你哥你嫂子走背字儿。你是咱们家的闺女，得懂事儿。初2那天你再回来。妈，既然我回去会让我哥倒霉，那要不干脆初2我也不回去了，省得我嫂子看着我心烦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说的什么气话？初2回娘家那是老祖宗留下的，能一样吗？听见没？还有啊，来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去那个贵顺斋，多买几样最贵的点心，你嫂子最喜欢吃那个。回头你多买几盒，让你嫂子带回她娘家去。她今年给咱们家生了孙子，操劳不少，咱们全家人都得供着她。你这当小姑子的得有眼力劲儿。妈，我嫂子回娘家的礼还得我这当小姑子的给出，到底她是我嫂子还是我主子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让你买点东西怎么了？当初你结婚，你那个彩礼我1分钱都没留，全都让你带回婆家去了，这在咱们村可是头一份儿。你现在挣大钱了，就想当白眼狼？妈妈要去玩沙子喽！嘘，妈，您说的对，我确实得懂事儿。为了不让我哥走背命，为了让我嫂子在娘家有面子，我想了个2全其美的法子。这就对了嘛，啥法子？今年我不回去了，点心我已经在网上订好了，直接快递寄到我哥名下。你们想送给谁就送给谁。啊，不回来了？你这孩子吃错药了！大过年的跑哪儿去？谁家好人过年不回娘家？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？我去三亚旅游，妈，那儿没你们那些老粒儿，也没人觉得我是个克自家哥哥的累赘。旅游你疯了？你有钱旅游没钱孝敬你哥？你这就是纯属找事儿！你这是存心要气死我呀！妈，我是王冕，静静这段时间太累了，我也刚换了新工作，咱们商量好了，今年就在三亚陪孩子，点心和过年的红包晚点于静会发给您。王冕啊，不是妈说你，你得管管他，哪有媳妇儿不回娘家的？妈，你也别难为王冕，其实咱们心里都明白，在您那儿
我永远是排在第2阶梯。哪怕我给您买1万块的点心，我还是那个不能看灯的外人。以前我会因为那点彩礼觉得欠了您的，可这几年我寄回去的钱早够买10份彩礼了。妈，我也得过我自己的日子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是真没想到你现在心肠能变得这么硬。你摸着良心想想，当初你结婚，家里虽说不富裕，但我可是1分钱彩礼没留，全让你带走了。这些年家里有点啥难处，我和你爸从来没跟你张过口吧？不就是为了大年30这么点老粒儿，你居然连家都不回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生你养你的亲娘？妈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咱们就开诚布公的说吧。其实，在你心里，只有我哥、我嫂子，还有你那个大孙子，才是你真正的亲人，对吧？我是没嫌弃过你重男轻女，你也确实没对我索取过金钱。可是妈，我在你心里始终是排在第2阶梯的，是那个可以随时为了规矩和面子被牺牲掉的零件，不是吗？承认父母没这么爱自己，其实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。以前我总是在求那个排名，总想当那个第1，现在我不需要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扎我的心吗？咱们这儿谁家不是和儿子一块过？你嫁得那么远，1年回来几次？我将来指得上你吗？你要我把心思放你身上，将来谁给我养老？谁给我送终？妈，这都扯到哪儿去了？我能理解你，也理解你的不容易，但我也请你理解我。今年我就想带着我女儿舒舒服服的去三亚，那里有阳光，有海滩，您有您的小家，我有我的小家，咱们相互理解一下，保持点距离，对大家都好。哇，白眼狼，我这是白养你了啊！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跟你爸一个德行。又跟岳母通电话了，看你这表情，又被定义成白眼狼了。通知到位了。他哭得像是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。对了，你那边呢？你爸妈知道咱们今年不回去，也没回我娘家，而是去三亚，是什么反应？我爸妈他们啥也没说，甚至还叮嘱我多带点防晒霜。啥也没说，这不像他们啊！以前不是最讲究这种团圆的体面吗？要是大儿媳不回去，他们老两口在村里不得羞愤自尽？还能因为啥？我那回老家躺了1个半月，把他们彻底吓着了。妈，我没钱买烟了，给我10块钱。可不能让他回来，这要是真离了，他得赖在咱家吃一辈子白饭，还得跟老二争地。他们当时的原话是：过年来不来的没事儿，你好好哄哄于静，陪她回娘家过年也行，出国旅游也行，千万别吵架，别让她把你赶回来啊！原来是这样，他们是担心你这个残次品被我退货到他们手里，为了不让你回去啃老，他们连面子都不要了。这就是现实境。以前他们觉得我有本事就得无限付出，现在他们觉得我快垮了，就怕我拖累他们。机票订好了，后天出发。年货我已经分2批寄出去了，该给的钱该给的物咱们一分不少。该给的都给，做人论迹不论心，咱们把儿女的本分做尽了，剩下的就是咱们自己的日子。王冕，你说如果咱们没演这出戏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现在咱们估计正坐在回老家的高铁上，你正在为那8万块的月子中心生气，我正在为你妈那句女儿不能看灯郁闷。幸好咱们学会了当坏人。